那么太阳啊在身后炙烤着，山风呢肆意的吹着，野花和牧草呢在欢迎着我们，享受着大自然的拥抱，这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。真是走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，一个冰川又一个冰川呢。那么顺着这个线头方向呢，那么正前方啊就是 Sage 2665的那个关口，是意大利跟法国。那么这个时候非常的通透啊，这个瑞士人民遥远的呼唤法国人民。8月3号的清晨6点20，勃朗峰的金顶，日出啊！哇塞，万里无云呐、勃朗峰一览无余。勃朗峰的日出，飞机啊飞过勃朗峰。那么现在勃朗峰上面呢，应该有人呢在这登顶了。这个岩石里面这些肉肉啊，那么现在呢刚刚出来，那么表面上一看啊，就像这个长的牛皮癣一样。你看在这儿，一片一片的，哇，顽强的生命呢，就藏在这个黑色这个苔藓之中。绿色的呢，阳光下已经开始孕育，而这个早一点的呢，则已经开出来了小花，肉肉的小花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这个山谷啊。我们现在还是在本痛这个山屋。那么今天是8月3号的早上，我们信心满满的下来准备饱餐一顿。那么结果发现呢，我们这个早餐呢，在本痛的这个早餐呢，一小块黄油饼干，一个小 cookie， 还有呢，还有一点果酱。大家在这使命的喝他那个给当咖啡用的牛奶。这是我们这几天来最惨的一次早餐。8月3号行程的这个第6天了，那么大家呢还在这儿紧张的这个 packing 这个他们的包。那么我们的这位驴友呢，这个非常的生气，因为他带这个包呢好像不太合适，因为呢这是一个day trip 的包，它不适合这个 multiple day。那么给大家看看这个问题在哪儿呢？这个问题啊就在这个，你看这个地方鼓了。哎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倒是这个包呢也有很好的作用，就是它可以预防驼背。这样的话呢，让你的这个背的这个曲线特别好，对吧？那么正常的这种 multiple day 的这个包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再是你看是这样有网格的，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曲线呢保持的非常的良好啊，不管你有多少的这个负重。那么大家呢在准备这种 multiple day 的时候呢，这个包啊还是有时候要 balance 比群重量和这个 performance 啊，还是要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。8点18，我们的这个驴队啊又开始进山。那么今天的距离呢非常的长，我们要进入瑞士，迎着朝阳，雄赳赳气昂昂出发，离开了我们这个 Bolton， 大家一路向上。勃朗峰白雪皑皑啊，往这个 Anana 这个 refuge 现在看呢，居然还有将近4个小时40分钟，5个小时，我的天哪！现在是将近9点，那下午呢可能要到2点多钟才能到。勃朗峰白雪之下，下面的这个环形的结构呢，就是这个意法的这个隧道，叫 Mont Blanc 隧道。下面的声音呢，既有湍急的河水声，也有汽车的隆隆的声音。我们这时候的这个整个山系啊，稍微有一点这个云雾在半山腰。走过看过勃朗峰，山路弯弯，雪山就在身边。那么这是行程的第6天，我们的队伍啊已经开始战无不胜了。离开勃朗峰，这段路呢是在山的这个后面呢，颇为无聊。从勃朗峰
一路走来。哇，前面是个大峡谷啊，一览无余。哇，太棒了！我的个天！勃朗峰被我们远远的甩在了身后。哇，天哪！2013年的8月5号啊，满山都是映山红，而现在这个8月3号呢，却是没有，这说明今年的气候啊还是比较偏冷的。蒙布朗被我们甩在了身后。拍下就行。一直都是在这样的山路当中啊，山腰里前行。走在 TMB， 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走过 TMB， 确实是比较寒冷。我们的队友啊，大家看的都是穿着这个羽绒服啊，在这个 TMB 走山，那么非常的舒适。我们现在呢，一直是围着这个山腰啊，2000米的等高线，勃朗峰啊，一直在身后，离我们越来越远。但是这一侧呢，一如既往的又看见个蓝莓，只是这些蓝莓啊，看上去呢，都特别的小，不够塞牙缝。啊，太舒服了！法意边境呢，那个 C 级那个山口，可以看到呢，在我的这个尖峰，那个尖峰山的那个，现在我的视频的正中央啊，那个地方就是法意边境，法意边境 C 个，然后我们从那儿下来，可以到了伊丽莎白，现在镜头的正中央是伊丽莎白，然后再往下呢，在谷底的那个地方呢是空巴，然后前面这两个灰色的两个爪子呢是米拉吉冰川。天哪！然后我的镜头啊，不断的向右推啊，可以看到呢，在这个冰川之上就是勃朗峰啊，勃朗峰。现在走在 TMB， 那么在我的左手的箭头方向啊，可以看到那有一块亮晶晶的东西，我怀疑那个地方呢，一定是有一个山上的胶囊旅馆。这是为 UTMB 训练的跑山客。走过 TMB。山下这个 Mamo 啊，在这儿吹着口哨。从远处的这个 Vanner 河谷，白色的呢是 TMB Mont Blanc， 韩国人马慢悠悠的走过荒废的牛棚。我们经过2小时啊，来到这个 Bonatti 的这个 Refugee 的山脚下。我们这时候啊，要经过一段艰难的爬升啊，要到达我们这个 Bonatti 山屋。这是我们今天上午的第一站 ，Bonatti 2025，上面用各国文字写着欢迎。那么12年前呢，我们来过，当时这儿还不是石板铺的路。那么当时我们在这儿吃了中饭。那么导游说呢，这个地方啊是最美的吃中饭的地方，大家看看是不是呢？勃朗峰，同样的角度，同样的视角。12年前呢，我也拍过这样的镜头，吃过一个简单的 snack， 那么接着向前面的这个 Anana Refugee 进发。我们现在在山腰啊，往前平推。走过一片废墟，残垣断壁啊，这个瓦啊全都在这里斑驳脱落，梁呢也坍塌了。
处走来，勃朗峰就在我们的右手边。回望这2个大山谷啊 ，Bonasi， 还有身后的峡谷，哇，还有勃朗峰，我的天哪！ TMB 路啊，一直伸向这个远方。视距以内啊，已经可以看见 Elena 了。山脊上有个黄色的一片土啊，那上面的房子呢就是 Elena， 所以呢，大概应该还有100分钟。杜鹃呢都没有开，哎呀，让我口水流了一地。正好在这儿啊，脑补一下满山的 映山红啊，我们在这个映山红花海当中行走。一条路通向远方。我们在阿尔卑斯山下面勃朗峰下吃蓝莓 ，Wild Pig。勃朗峰啊，已经呢要看不见了。那么这个山头呢也过去了，我们新的一片天地啊，在前面迎接着我们。让我们再看最后一眼勃朗峰，我们2天后再相见。还要走到这个山谷之下，然后呢再上这个艾莱纳。所以我刚才跟这个 Mont Blanc 啊道别还说早了，我们现在呢，待会儿还要说一声。我们在当地的中午的12点40啊，历经将近4个小时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 Faretta Valley 的这个峡内。我们在这儿啊休着 Faretta Valley 的这个餐馆啊，在这吃饭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山谷啊，现在光线啊、天气啊都非常的棒，只是呢风有点大。我们的目的地艾兰娜呢还在这个山的上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呢才中午啊，饱餐一顿。那么准备呢下午呢还有更大的战斗等待着我们，非常的好，那么温馨呐。那么老板呢把我们安排在这么一个温暖的小屋里面，非常的棒。哎呀，庆祝一下 ，Cheers！ 这个面露喜色，这个是辛苦了一上午。哇塞，哇，这个鱼太棒了。那么这是20欧元，我们在山下呢吃的这个大腿肉啊，也是20欧元，太棒了。你看有蔬菜有胡萝卜，这是我们 so far 吃的最好的一顿。你还没吃呢，你看上去最好的。可以这么说吗？那当然是最好的一顿了。大家可以看看啊，我们这些大叔大妈的这个战斗力啊，瞧瞧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我的天哪！一个很别致的一个龙头，我们在这儿可以补水。我们这些大叔大妈们把盘子啊都舔光了以后啊，从这个 Valley Faretta， 那么向着我们更远的远山进发。现在离我们的今晚的宿营地啊，那么还要爬升呢，将近800米。我们要越过这个意大利和瑞士的边境。我们今晚啊是住在瑞士。那么在这里多讲解几句呢，就是说每天这个天臂的走山，10天好，11天也好，你不要认为180公里每天就是18公里。如果是10天的话，其实很多时候呢你会多走，而很多时候呢会少走。那么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山里的山屋呢非常的稀少，那么你在制定的过程中呢，难免定不上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导致某一些天呢会长距离，而某一些天呢则会非常的短距离，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我们现在的海拔呢不到1800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下午第一个目的地啊要在2500，所以要排800米呢，2个小时半呢才能到达我们的这个山隘，叫做 Grand Faretta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进入瑞士了，又开始上山。我们首先呢，第一站呢要到那个伊莱纳，艰难的爬行。我们在牛群中穿过，横在这个马路的中央。那么他们正好呢从这个那一边呢向这一边的移动。那么这个牛呢，挡在路中间。正好
呀，这两条牛又挡在路中间。哎，你挡在这里干嘛？哎，拉着屎粑粑也不擦擦屁股，真是人在牛中走啊，牛在草地游。是呢，这里的牛啊，居然没有带这个牛的铃铛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这一段的这个坡度啊，非常的大，攀登起来异常的艰辛，真是走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，一个冰川又一个冰川啊。那么朋友们，如果要走这个天壁呢，应该是在这个时候。那么太阳啊，在身后炙烤着，山风呢肆意的吹着，野花和牧草呢在欢迎着我们，享受着大自然的拥抱，这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。启动难，难于上青天了。这个大脚看，前面是黑的，后面是白的。你看这个小羊也是，经过50分钟的爬行，我们在升高了这个250米以后，来到了这个Alena。这个山屋啊，我们在2013年的12年前呢，来这里住过。那么它身后呢，就是著名的这个 Ferret 冰川。这个是Alena，我们已经在了这个 altitude 2067，这是这个 Refuge Ferret 冰川。我们的小羊啊，你看在这儿。哦，我们的部队啊，马不停蹄，接着向更强、更高、更远进发。我们这些大妈们体力杠杠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段呢，叫做 Ferret 山谷，那么还要再爬升呢650米，那么最后呢进入瑞士。现在啊，那么山峰啊非常的凛冽，我们都穿上了厚衣服啊。爬这个山下的Alena山屋，去往这个 Ferret 这个山隘啊，哇，在这个时候啊，爬得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已经下午了，我们已经爬了1天了。身后的峡谷，那么这个时候的尽头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过来的那个小镇啊，康茂业，我们能看见那儿的缆车。那么一路啊，我们走来，现在已经走行将近21公里。我的个天哪！那么顺着我的箭头的方向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天际啊，上面有一个白影，一个红影啊，那将是我们的2535去往瑞士的 Ferret 关隘。我的个去！现在呢，至少还有目视啊，还有350米要爬。那么现在这个角度呢，能看到所有的这个Ferret峡谷和意大利那边的那个 Vanna 峡谷以及那个米亚吉冰川。那么最远处那个锥形的呢，就是法意边境2615那个 Sage 山隘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啊，瑞士这个 Ferret 山隘和那个 Sage 山隘呢，那么是遥相呼应的，是端到端的可见度。那么感谢这个美好的天气啊，让我们有了如此通透的了解。我们的队友啊，从这个雪山中走来，面带微笑，谈谈感想吧。累死了，累死了。一条山涧划过翠绿的峡谷。那么我们这个前方这个疯子呢，已经在这个山的顶上了，还在艰难的迂雪上旋。在短时间内爬升500米，确实挺难的。峡谷，阳光洒在上面呢，非常的斑驳。现在这个山上啊，越往上走啊，这个风啊越来越大。
远处呢就是 Val Ferry 河谷，现在云已经涌上来了，上来了。盘旋的乌鸦。那么现在山上呢，月岛关口啊，山峰凛冽啊，那么加上风寒指数呢，那么现在估计的气温呢，最多也就是5度的到8度的样子。所以呢，幸好我们在山下 Ferret 下赖啊，吃了那个猪脚，喝了酒，不然呢，上这个山真得是吃草根啃树皮了。慢慢的上山路啊，我们还有最后的100米，顺着这条山线呢，那么在前方这个山隘就是 Ferret 进入瑞士。在下午的4点钟，我们经过1个小时的艰难的爬涉，终于爬上了这个从 Atlanta 到这个 Ferret 山谷550米登高。强风啊，从瑞士刮来。让我们拥抱瑞士的大风吧！显示啊，去这个布雷呢只有1个小时，风太大了。那么这个3个小伙子躲在这儿。那么这边呢是意大利，这边呢当然就是 S 咯，瑞士。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呢，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么顺着这个线头方向呢，那么正前方啊就是 Sage 2665的那个关口，是意大利跟法国。那么这个时候非常的通透啊，这个瑞士人民遥远的呼唤法国人民。是以后啊，这个风居然小了很多，一马平川，那么非常缓慢的这个下山。那么进入瑞士以后呢，阳光普照啊，一切都是那么的温暖和煦。一个人走在这广袤无垠的大草甸呢，煦暖的阳光照在身上，非常的幸福。哇，又一片山谷啊！成群的牛羊映入眼帘，牛羊成群。看这只母羊，专心的吃草。毛茸茸的小羊。哟，这个小羊鼻子上还有一点绿色，2个绿鼻子。跟着他的妈妈，哟，还跑得挺快的。我们进入了这一片羊的领地，这是妈妈，后面跟着她的孩子。蜿蜒的羊肠小道，通向远方。超级棒，你们！超级棒！这跑的一个个比猴子都快。下坡吗？哎呀，上坡就慢。崇山峻岭，营地啊，还很近了。我们这个时候啊，已经呢中午的这个猪脚啊，都已经完全消化掉了。那时候啊，饥渴难耐，在这山里面呢，又开始狂吃起来了。蓝莓，太香甜了，美味啊！这里的蓝莓特别大，20。我们经过了一天全天啊9个小时，26公里，爬升和下降1000米，终于来到了这个瑞士的我们的宿营地。那么这个宿营地呢叫拉普雷，
那么这个呢，跟我12年前呢颇为不同，当时是一个蒙古包，那么现在呢，居然都是这样的水泥结构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厂房。那么我们现在住的是一个通铺区，我们通铺区呢进去给大家瞧一瞧。可以看到这个通铺啊非常多，有多少间呢我都不知道。看楼上呢也有，哇，这个都非常多。我们来可以看一下，然后这个地方居然还有3个 bunk bed， 那么我们的4个床呢在这儿。那么这是一片大的通铺区，楼上楼下。那么这个通铺区过去了以后呢，我们来瞧一下，现在都住满了人。我们打开这个房子呢，它是连通它的这个厨房区。那么这是有很大的一个片可以吃饭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还烧着壁炉，这个炉火非常的温馨。那我的个天呐，这个可能量够高的呀！我的妈呀，这吃完这个火炉都不敢烤了。